拯救嫌疑人最近一段时间吵得可谓是非常闹腾。小编趁着昨天晚上的时间去电影院进行了观影，不观影不要紧，一看知乎受不了，效仿孤注一掷大规模点映，弄得和正常上映排片不相上下。宣发团队是对电影质量的不自信，还是想挤占其他电影的排片空间呢？一开始我觉得电影节奏还是比较不错的，越看越不对劲，越看我越迷糊。这部作品翻拍韩国的电影《七天》，而大多数的观众并不知道它是翻拍电影。我找了半天，终于在片尾中最小的字幕中找到它的影子。现在翻拍都这么谨慎了吗？为什么要考察观众的眼力？是怕观众拿这部电影和原电影进行对比吗？按照原来的作品拍还拍不好，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经过几天的上映，拿下了豆瓣评分 6.6 分，口误为 6.2。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网上有不少水军刻意刷分，试图把评分拉高。比如说这位豆友发布的2条评论，不能说如出一辙，可谓是一字不差，一模一样。首先简单说一下电影剧情。这部电影围绕一桩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的故事而展开。张小斐在片中扮演这名律师，专为弱势群体辩护，胜率极高。同时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一个小女儿。故事的起因是女儿被绑架，绑匪要求她为一名因杀人一审裁决死刑的嫌疑人辩护，而2审开庭时间剩下不过几天时间。绑匪下的通牒是，嫌疑人胜诉，女儿活；败诉，女儿死。时间紧，任务重，为救女儿，张小斐只得全力以赴，躬身入局。电影前半段基本围绕张小斐在全力调查事实真相的同时，如何与绑匪的纠缠等等，是一般悬疑犯罪电影的推进路数。随着时间流逝，银幕上大大的打出第一天、第二天的字样，像是陈思诚唐人街探案一样的处理，烘托时间的紧张感，算是平平无奇，能看到程度。后半段就很糟糕，一连串的剧情反转，那种把观众当傻子，没想到会是这样吧。我很厉害吧的即视感很重，因为缺乏铺垫，逻辑上是很有问题的。从线索上而言，这个故事本身当然是充满悬疑的。嫌疑人是否真的有罪？绑匪是谁？为何要帮助嫌疑人脱罪？真正的凶手是否另有其人？等等。在看电影的过程里，观众一直带着这样的疑问，也有所谓最后反转的预期，但由于此前片子对最后反转涉及的角色著墨太少，其观感就是硬反、瞎反，一帮被导演与编剧随意拿捏。反转的工具人用在剧情故事反转就算了，电影还要拿他们打感情牌，实在是厌烦的很。接下来简单说一下电影一眼就能看出的槽点。第一，幼儿园运动会被绑架，你说混入家长也就算了，监控显示中穿那么一身格格不入，是幼儿园没有老师吗？孩子不见第一时间也不想着找老师。第二，报警还可以这样，幸好你用个虚构城市，不然我怀疑你严重侮辱。报的失踪案，但是被警察定义为绑架案，都设立监听，结果不好意思被带回老家就完了。但凡动点脑子呢？还有所有警力撤走，但凡多点常识，反正架空的无脑说当地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行了，是吧？第三，物理老师请人绑架还要杀人，我的天啊，你脑洞真大。但是你宣传的是什么？悬疑剧不怕剧透，最后反转用的什么？机械降神的一段录音。第四，强行降智，最后男女主都意识到被人跟踪了，都知道调换证物，不知道开车的时候小心点或者提前给关系好的通报一下。第五，检察长大白天大马路上撞人，不知道的我以为黑社会老大呢。最后，拯救嫌疑人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极其典型的电影，就是所谓抖音化电影。其表现是其什么一提火就都想沾一沾。本片女性导演，女性主演，女性议题自然也是要掺和一下的。其二是逻辑不重要，情绪则要给到位。电影故事里的凶杀案的被害人是青春正茂的年轻女孩，生前被富家子弟男友精神控制、药物控制。电影自然要安排代表正义的张小斐在法庭上激情演说一番，但问题是那些表达不过都是零碎的，
套路的痕迹很重的是把严肃议题工具化、素材化，更何况这片子标榜女性主义，却还在电影里奇观式的展现女孩被欺凌、被强奸以及被杀害的情形。而尤其离谱的是电影开场，张小斐与女儿有一场全裸浴缸洗澡戏，张小斐从浴缸里伸出大长腿，跟女儿说，我跑得快，因为我有大长腿。有无数种展现母女情深戏码的表现方法，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张小斐信誓旦旦的表达自己可以帮助女儿赢下学校的接力跑，但这不拯救嫌疑人，偏偏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男性视角来表现。